这是被美空军记录在案的末日预言。美空军20世纪70年代的绝密计划爆料，人类将毁灭于核战。1952年，美国就不明飞行物事件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制定了这个名叫蓝皮书的研究计划。这项研究计划持续了大约20年，收录了上万份的异常报告，在其中就有一份对长着外星面孔的小灰人的审讯报告。而关于人类末日的消息就在这份报告中。那报告中到底写了什么呢？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据蓝皮书计划显示，人类见到小灰人之后，对他做了基本的询问。询问的问题不乏是“你是谁？来自哪里？”然而，小灰人的回答却让人类无法接受，因为他自称自己来自地球。什么？怎么会有一个外观如此迥异的外星人自称来自地球？听到小灰人的回答，人类下意识地觉得他在戏耍自己，于是强行地给小灰人灌下了吐真剂。所谓吐真剂，就是一种喝下去让人说出下意识的东西。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喝下吐真剂的小灰人依然自称自己来自地球，只不过是未来的地球。好家伙，感情未来的地球人已经实现了穿越时间的本领吗？小灰人却解释道，他们并不是穿越时间，而是穿越空间。更为直接点来说，时间本身就是空间，因而只需要跨过强大的星际空间，就可以实现从未来穿越到过去。这也是说，小灰人从未来的地球穿越到了1964年。审讯者勉强理解了这一说法，随即问了另一个问题：未来的地球是被外星人接管了吗？小灰人却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审讯者，说自己就是地球的人类，是进化后的结果。审讯者看着自己饱满的身躯，再看向小灰人瘦瘪的身躯，他实在是想不明白人类是怎么进化到这个地步的。然而没等审讯者想明白这个问题，小灰人就先发制人了。他说自己之所以从未来穿越到现在，是要搞清楚人类毁灭的原因。听到这儿，审讯者是彻底懵了，怎么人类还毁灭了？更匪夷所思的还在于，人类毁灭的原因竟然是核战争。这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天，地球上爆发了核战争，大部分的人都死去了，只剩下一小部分的人苟延残喘着。而这些遭受着核战争后果的人类，正是小灰人的祖先。这或许就是审讯者与小灰人的外观如此迥异的重要原因。既然如此，审讯者就打算接着追问下去，看看小灰人能说出多少东西。在关于生活时代的面貌问题，小灰人的回答有些深奥。生命的产生是随机的，生命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听着这话，审讯员也是非常的懵，只好追问你们死后会怎么样这类听着简单易懂的问题。然而小灰人依然回答得很是玄妙，死亡是人类的建构，它本身并不存在，一切都是生命的体验，一切都是为了获得经验。我们或许都被骗了，死亡根本就不存在。这句话出自美国空军1964年的一份绝密计划的采访记录，而说出这句话的正是传说中的小灰人。他声称宇宙的生成是随机的，生命也毫无意义，死亡这种令人恐惧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份记录又真的可信吗？作为一个穿越者，小灰人直白地告诉了人类审讯者，死亡是根本就不存在的。目前人类所理解的死亡不过是自己编造的用来骗自己的谎言。实际上每一生命从未死亡过，他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体验着人生。简单来说，就好比一个人在他60岁的时候就会重生，这种重生是带着前60年的记忆的，但是这种记忆在新的人生体验中只存在着些许的痕迹，需要被激活，再次开启一段新的人生。目的并不在于激活前一段人生的记忆，而在于体验新的人生是如何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就有可能激活先前人生的记忆，从而实现双重体验，人也就成长了。因而小灰人继续说道，在整个宇宙中，其实只有一个人的存在，那就是自己。除开自己之外的生命不过是不同人生阶段的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就是整个宇宙，是已经存在和未来将要存在的所有人。眼下所以为的他人的人生，其实本质上是自己的人生，只不过眼下的自己并不知道，原来那也曾是或即将是自己的人生。为了更好的不同的人生，人类只能通过建构死亡的方式来区分，否则就容易乱套了。审讯员虽然听的是一头雾水，但还是问出了关键问题：这就是人类出现的意义吗？可没想到，小灰人的回答是相当绝情。他说，人类的出现对整个宇宙来说毫无意义。放眼整个宇宙，人类的出现不过是生命发展之必然，它并没有先天的被赋予什么使命。因而，人类和其他的生物品种和石头、沙粒这些东西是一样的，都是一般不值一提的存在。小灰人继续补充道，这种生成方式正是宇宙的常规模式。
具体来说，宇宙生成生命之时，并不是提前设定好要造出什么样的物种，所有物种的出现都是随机且自然的。这也是说，宇宙的生成其实是毫无规律的，因而人类也就没有必要苦苦找寻关于宇宙发展的规律。这一说法显然不能为人类所接受，毕竟20世纪60年代的人类正处于探索太空的向往期，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存不存在着地外的生命，生命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一种特别。然而小灰人却告诉所有人，人类不是什么特别的存在，人类也避免不了随机消失的可能。既然人类掌握不了宇宙的命运，那总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吧。于是审讯者便询问小灰人，你所说的世界末日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被美空军记录在案的世界末日预言。在他们的蓝皮书计划中，一名自称来自未来地球的小灰人指出，人类将在核战争中毁灭。这个计划真的可信吗？据蓝皮书计划的记载，人类将在一场核战争中毁灭。虽然小灰人自称自己来自未来的地球，那么他肯定是知道核战争发生在何时，于是负责审查的人员肯定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立马询问什么时候会发生核战争。小灰人回答道，从现在开始的半个世纪后就会发生核战争。蓝皮书计划记录的时间是在1964年，半个世纪后也就是2014年。显然2014年并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核战争。当然这里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半个世纪之后只是一个大概的说辞，并不是精确到2014年。紧接着审讯员就问，这场战争是由谁发起的呢？小灰人回答道，是在这个国家一个短暂的统治了美国的男人发起的。这个男人在美国利用民主制度在国内大搞恐怖主义的气氛，搞得国际社会不满。在这一关键时刻，这个男人先发制人，率先发动了核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有数百万人丧生，还不足以到让人类毁灭的程度。然而核战争的后果，也就是强大的核污染导致剩下的人类死于各种疾病之中，最后只剩下数百万人。那么这个发动核战争的男人又是谁呢？小灰人一脸无奈地说，这个时间点这个男人已经存在了，但相关记录已经被删去了。这也其实很好理解，作为进化过的又拥有穿越时间本领的小灰人，他们完全有可能穿越回来改变历史，因此删去关键人物的信息显然是避免改变历史的最好办法。于是审讯员只好询问，如果眼下已经发现了关键人物的些许苗头，是否处理了他就能改变历史了呢？小灰人却摇头道，就算处理这个关键人物，但也有其他的威胁。就在审讯员想要继续问下去的时候，小灰人却突然消失不见了。就此蓝皮书计划关于小灰人的记录戛然而止。21世纪根据蓝皮书计划改编的影视剧《蓝皮书计划》公开上映，小灰人口中的关键人物引起了人们的揣测。但正如小灰人所说，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只是推动历史的推手，就算没有他的存在，其他的威胁也依旧存在。那么问题自然就变成了与小灰人相关的记录是否为真，这就不得不提及记录他的蓝皮书计划了。蓝皮书计划为美国研究 UFO 事件的总会，大约有上万份或是来自民间或是来自官方发现的报告，但大多数报告均为假，只有少数存在着疑问。这些存在疑问的报告又被美国政府宣布不会对美国的生存产生任何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间接证明了蓝皮书计划中的任何记录都是如此呢？事实上，也有网友扒出关于这段审讯小灰人的视频和记录本身存在着剪辑作秀的手法，换言之，其想通过蹭热点的方式来为自己增加流量。他所利用的正是人类对未知的恐惧。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总会在宇宙间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